歡迎來到新聞頻道，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小城良方即將開播，肖戰加女大紅加姜妍，這陣容我賭他。路透視頻我刷了好幾遍了，才等到個定檔的消息。一番日曆還有好幾天在等着我，急了，坐住，人還是得沉住氣。我一開始關注這劇，就是因為肖戰演醫生太有那味兒了。迫不及待想看正片，但我沒想到路透看了好幾天，定檔拖了這麼久。那我以看完的路透內容和劇情簡介來看，變化比較大的就是男主的設定從飛刀聖手變成了手抖醫生，刪掉了光鮮亮麗的精英視角，以及改變了傳統醫療劇的敘事套路。在原著小說《飛刀》裡，劉增亮本該在北京三甲醫院繼續叱咤風雲，但劇版為了讓基層醫療的困境更加凸顯，把墜落安排在了開頭，其中當然也包括劉增亮與龍東東的師徒線。肖戰對劉增亮應當是用了心的，可細細想來，卻不只是用心。二刷路透才知，肖戰與劉增亮的緣分其實早有伏筆。說來也是好笑，堂堂頂流明星竟然是被豬皮喚醒的，這角色一下就落地了。豬皮買好之後，肖戰便拿了縫合線在宿舍練了好久，血水夾雜着汗味飄到了紙上。肖戰手還沒有停下，眼睛就已經往縫合的針腳方向看了好多次。他去醫院觀摩的那一天，真實的開顱手術佔據了他全部的視線，一見那場面，人都傻了。醫生見他乾嘔，急忙去拿水，可肖戰還沒有等到緩過勁來，就把止血鉗的問題問了個底朝天，一點也沒含糊。肖戰說，這是他演過最累的角色，可到底是累，還是爽，還是累並快樂着，這很難說。但不得不說，肖戰這一段與豬皮的細節描寫給流量演員轉型這一說法增添了不少說服力。當然，不只是演技，時機也很重要。劉增亮是剛落到基層的，對鄉鎮衛生院並不熟，在一個資源匱乏的地方遇到了給力的老院長帶着他幹，不帶肖戰的熱度，這增幅都疊滿了。果然，導演開始找鏡頭了，他主動問起基層的現狀，知道是錦州拍的，就更激動了。劇組在拍之前曾在醫院潛伏了很長一段時間，這可以說是他的第二戰場。這不就是體驗生活嗎？這不是誠意又是什麼？他們談起錦州的寒風，談起零下29度的凍土，談起赤腳拍戲的瘋勁兒。肖戰說自己是來學習的，他就說自己當初也是個小人物。從豬皮到寒風，再到止血鉗與乾嘔，肖戰看似是在普通的做功課，但其實在努力的拉近與角色的距離，讓觀眾能將劉增亮當成一個真實的醫生來看待。這不，一旦將關係拉近，觀眾就開始約開播了。觀眾為什麼會對小城良方一見鍾情呢？雖說這是部醫療劇，是冷，基層是熱，可拋開題材與環境的差異，他們的內核其實是一樣的。基層醫療在劇裡就像一個被遺忘的角落，缺的不比任何地方少，可誰都不把它當回事。觀眾一開始沒想看這種土掉渣的劇，可一開播就發現那些光鮮劇都不是生活的味兒。這屏幕還是不能沒有煙火氣，這才讓路人去點開預告。劉增亮說，他在北京拿手術刀之前是醫生，到了鄉鎮沒有手術刀之後還是醫生，都是治病，看似一樣，實則不同。他在北京治病是因為他有技術有設備，可他在鄉鎮治病是因為他沒有條件也要創造條件。從烤紅薯保溫疫苗、殯儀車轉運病人的情節就可以看出來。每次劉增亮覺得沒辦法的時候，就用土法子讓對方脫險，可見基層沒少讓他費腦子。劉增亮在鄉鎮待的那一天非常充實，他終於找回了初心，找回了醫生。
他和病人終於可以像家人一樣相處。他對基層、對病患可以說是沒有任何架子的。可他聽說母親失蹤，自己手抖之後，還是會迷茫。他的迷茫不是因為他怕事，而是因為條件有限。正如劇中那句台詞說的那樣，就算不是在手術台上，只是在衛生院的破床上，他也想為人守住最後一道防線。所以，當小城良方這樣一部看似冷門的劇擺在觀眾面前的時候，我想都沒想就對其充滿了期待，還將定檔的日子畫了個紅圈，等待的日子又有了盼頭。看似一部是劇，是天意，可說白了還是因為製作與題材有着相同的誠意底色，才能讓觀眾一次又一次的期待中堅定追劇的決心。當初肖戰在路透裡在雪地裡摸索，也多虧了網友的鏡頭記錄下了這一幕，動得真實，才讓這部劇省去了許多宣傳的口舌。可見這劇的底子都是一樣的，都是硬的。肖戰與劉增亮的重合度雖然高，但是並不生硬，或許是因為有前期的鋪墊吧。我感覺還挺穩的，甚至還很期待後續他的演繹。看前幾版的劇本簡介，我以為編劇把劉增亮寫成了爽文男主，還以為他最後會重回巔峰呢。現在看了預告，我就放心了。觀眾值得更好的，不，我們值得最真實的。